1937年12月5日，上海沦陷已有20多天，日军铁蹄逼近南京城下，在这最后的逃生窗口，先后有50多万人从南京撤离，而在茫茫人海之中，却有4个人逆着潮流径直向南京赶去。他们是去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吗？不，他们并不是军人。这4个人身份各异，一个是来自辽宁的日文翻译，一个是在唐山长大的德国博士，一个是刚失业不久的丹麦人，还有一个是和他随行的英文翻译。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南京城外策划一场在当时最大胆的骗局，直到4年后，日本人才如梦初醒。这是1941年4月，汪伪政府给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下发的通知。通知里勒令江南水泥厂降下插在厂房四周的德国和丹麦国旗。在此之前，这座被日本人误认为有国际势力撑腰的民营水泥厂，已经成功保护了几万难民和残军，躲过了日本人的屠杀。而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就是江南水泥厂的管理层，我们可以在这张原始股票上看到他们的名字。他们是当时最典型的民族企业家，虽然被日军一步步夺走了在东北和华北的工厂，却依旧没有放弃实业报国的理想。于是，在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之后，拥有全亚洲最先进生产设备的江南水泥厂应运而生。没想到厂里的一切刚刚准备就绪，日本人又打了过来。难道一切又要复制东流吗？可是还能怎么办呢？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人该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心血？绝境之中，他们想起来当初八国联军进犯的时候，那些挂着外国牌子的公司都逃过了一劫，假扮外国公司就这么办。刚好在建厂的时候，他们和2家外国公司的合同还没有结清。理论上来说，这种方法是可行的，可那2家公司真的愿意为他们撑腰吗？当时善城洋行的代表早就联系不上了，史密斯公司的代表收到丹麦使馆通知之后，马上就撤走了。怎么办？于是他们盯上了公司里唯一的德国人，从小在河北唐山长大的卡尔·昆德。他的父亲本身就是公司创始时的老员工，公司有难，卡尔·昆德自然也不推辞。他奉命假扮德国善城洋行的代表，为了方便和日本人打交道，厂里懂日语的技术员岩井和与他一同南下。而在上海，公司总工程师王涛为他们找到了刚失业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格，再加上史密斯公司派的英语翻译李玉林，救场4人组终于凑齐了。他们即刻奔向了南京。根据翻译岩井和在日后的回忆，这段旅程比想象中还要艰难。当时上海到南京的道路已经被暂时中断，在绕路的过程中，到处都是军队，满大街都是逃难的难民。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，前方是一重又一重的哨卡。根据资料中的技术，一到工厂，救场的4人组就把江南水泥厂的牌子换成了德丹合营水泥厂，还请附近一个姓王的裁缝连夜缝制了德国和丹麦的国旗，挂在了工厂的前后门。丹麦人辛德贝格甚至教人在厂房的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。当然，仅仅有国旗是不够的。早在上海时，昆德就设法让德国驻华大使馆为他开了一份证明。而为了得到丹麦领事馆的授权，辛德贝格甚至还签下了一份生死状。在这些珍贵的档案中，最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份岩井和发给董事会的述职报告。从其中的文字里，我们很直观的可以感受到，在那个危难关头，江南水泥厂的员工们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手足无措，相反，他们表现得非常理性。根据厂里会计徐生农在信中的记述，他们甚至对难民区也进行了比较精细的分区管理。12月13日，南京陷落，日本人的屠杀愈演愈烈。虽然保护难民并不在这些员工的职责范围之内，但就像岩井和在信中所说，只因同属国人，为良心所驱使，不得不设法收容。对应这句话的是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，站在中间那个人就是昆德，左边拿丹麦国旗的就是岩井和，那2面随风飘摇的旗帜就是他们唯一能用来抗争的工具。他们忧虑地直视着前方，身后就是无处可去的难民。42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却为2万人挡下了日军的屠刀。这场骗局不可谓不成功。直到1938年1月12日，迫于舆论压力，日本陆军少将范昭守在南京签发了有关军风军纪的通牒。此后，侵华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残暴行为才稍微有所收敛。然而，江南水泥厂和日本人的周旋却从未停止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民间的信件看到他们此后的一些行动。本街房屋只烧王传宗、戴永宝2家，幸西人救护，余军未动，本街不曾死人。这里的西人指的就是辛德贝格他们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还不理解，
为什么房子着火还要外国人来救呢？之后从其他地方我才明白，原来那把火就是日本人点的，只是当时南京城的信件受到日军的严格审查，所以才没敢写出真实的缘由。他们故意烧那些居民的房子取乐，周围的人不敢上前阻止。直到丹麦人辛德贝格扛着旗子冲到日本人的面前，岩井和壮着胆子用日语告诉他们，那些房子也归我们管，这场大火才终于被扑灭。在这些信件里被审查的痕迹还有很多，比如在辛德贝格的信里，他说和日本人的感情很好，每天来参观的人很多。这里所谓的参观，其实是日本人为了寻找被藏匿在水泥厂里的中国军人，为了保护他们，水泥厂里的员工只能按耐住心中的仇恨，和日本人搞好关系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会计徐生荣的信里看到，他们光是请日本人吃饭的费用就比38个工友1个月的伙食费还要高。而在另一封信中，昆德提醒大家注意，日本人开始觊觎水泥厂里的先进设备了。由于精力实在有限，我没有办法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抗争和盘托出。在巨大的强弱差距面前，再精妙的骗局也终有谢幕的一天。1941年，日本人终于搞清楚了江南水泥厂的背后根本没有什么外国势力撑腰，抗争开始变得白热化。但江南水泥厂的管理层并没有放弃，他们依旧用最大的努力和日本人拖延到了1943年。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，这座全亚洲最大的水泥制造厂没有为日本人生产过一滴水泥，直到恼羞成怒的日本人直接用暴力将它彻底拆除。时间流转到1950年，在新中国的帮助下，江南水泥厂终于正式投入生产，而这距离它1937年第一次试运行已经过去了13年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江南水泥厂里的2位外国友人逐渐被人们所铭记，藏在他们背后的水泥厂员工却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我手边就有来自他们的2张照片，一张是我们已经认识的岩井和，这是他1923年在日本毕业时留下的合影。当时的他可能不会想到，再一次说日语的时候是在中国的南京。还有一张是一直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的管理层成员，下面第一行英文写的是中国帝王家族的孩子，他的父亲是袁世凯，但我们更应该记住他自己的名字袁克环。还有太多的故事来不及言说。总之，在1937年12月13日，命运将这些身份各异的人聚在了一起。他们用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让数万同胞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